家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身边的朋友一直敲碗的主题，我在巴黎的1周花费。我一直都知道在欧洲的生活物价很昂贵，但是真的是实际住在这边之后，才真正体会到巴黎是一个什么都贵桑桑的城市。因此我除了想分享给大家这个城市美丽迷人的一面，我也想让大家知道在这边生活的物价到底是有多么的夸张。所以我随机挑选了1周记录。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主题吧。首先我们从租金开始。小巴黎的租金真的是超级贵，不夸张。如果想要住在很市中心，又想要有单人的 studio 的话，一个月的租金大概是落在800到1300，相当于台币25000到4万左右。你没有听错哦，真的就是那么贵，不夸张。我住的地方是第15区，在蒙帕纳斯车站附近，生活机能很好，附近有超市、邮局、各种商店，距离地铁站走路不到30秒，且总共有4条地铁可以搭乘。我的房间只有11平方公尺，一张单人小床、书桌及浴室，餐厅是跟大家共用的，环境算是干净。从窗户看出去有漂亮的花园，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每天都有门禁。租金是每个月870欧元，除以4，每周的租金是218欧元，等于台币7000元。我有问了我身边的朋友们，大家的租金普遍是落在1000到1110欧元左右。接下来是交通方面，在巴黎基本上到哪里都可以搭乘大众运输、地铁、RER 或是公车。如果每天通勤的话，可以买地铁周卡或是月卡比较划算。我的话，从住宿走到学校大概是15到20分钟，所以我不会每天都搭到大众运输，因此我通常会买单程票，一次买10张，比较便宜，一共是14.9欧，大约可以撑1个礼拜。另外在巴黎还可以靠自己的双脚行动，现在只要是30分钟以内的路程，我几乎都是靠双脚完成。天气非常干爽舒服，几乎不太会流汗，沿路还有很多很美的风景建筑可以欣赏，有时候还会看到巴黎铁塔呢。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每日花费吧。让我们从星期二开始。早餐我通常会跟班上的同学一起去学校的餐厅买早餐，通常会吃一个可颂加1杯拿铁，一共是2.1欧，乘以5天等于10.5欧，大概是台币的336元。下课之后，我跟朋友去附近的卖场逛逛。我原本想要买运动用品，但是看看这个价格，一个4公斤的壶铃竟然要34.9欧。我滑了一下虾皮，1公斤才大概台币70到85元，等于壶铃在巴黎贵了快要4倍呢。所以我决定先放弃好了。接着我们去超市买东西，一罐 Oatly 台湾卖200左右，这边竟然只需要80元呢，有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吗？这边的牛奶制品相对来说比较便宜，我一共花了4.74欧元，大概是台币的150元左右。午餐时间，我去了一家吃到饱的中餐厅，它有学生优惠 ，All you can eat 只需要12.5欧元，等于台币的400元。菜色也算蛮丰富的，有寿司、青菜、饺子，还有甜点。对我来说 CP 值算是很高，等于我吃一餐抵2餐，可以直接跳过晚餐呢。星期三下课之后，我去买了我朝思暮想好久的 Polène 的包包。因为我都没有带什么包包来法国，所以我想买个耐用一点的。我总共去了3次实体店面，结果这个颜色都刚好缺货。第3次去的时候刚好有货，我就马上把它买下来了。抱歉了浅浅，我需要这个酷东西。这个包包的单价比较高，一共是260欧元，大概是台币的8000元，有点贵啦。但是好的包包值得投资。大家应该可以从我的影片里面发现，我现在几乎每天都背着它到处跑吧。
午晚餐，我跟菲比刚好路过了一家日式料理店，点开 Google 评分，发现它还不错耶，我们就进去吃了。里面有卖拉面、冻饭、饺子等，结果出乎意料的好吃耶！我点的是饺子跟鸡肉拉面，一共是17欧元，台币540元。接着我们去中国超市采买这周的伙食。大家有看到花生牛奶跟八宝粥吗？但是这个价格我真的是下不了手啊！不看了，我们去结账，一共是19.97欧元，相当于台币的640元。星期四，我跟菲比去了圣母院附近，我们在网络上查到了这家黎巴嫩的餐厅，我点了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，17欧元，太夸张了吧！这餐要台币540元，饭吃起来还超级干，分量太小又有点太贵 ，CP 值太低，我不会再回访了。接着我们经过一间漂亮的甜点店，东西看起来很好吃，但是看看它的价格，一个小蛋糕要台币200多哦，我什么都没有买就走了。接着我们去朝圣莎士比亚书店，里面有卖各式各样的法文书、英文书，当然也有观光客必买的纪念品，超有名的帆布袋，几乎每个留学生都人手一个，所以我也拿了一个，15欧元，480台币，还可以啦。接着我们意外地经过一间泡芙店，这是一间巴黎的连锁泡芙店，一共有5间分店，这间泡芙真的是超级爆好吃，于是我又买了2个，我推荐开心果口味的，一共是5欧元，大概是台币的150元。星期五下课之后，我跟 Anna 还有 Estelle 一起去学校的后花园卢森堡花园野餐，因为离学校步行只要10分钟，所以我们几乎每周都会来2次。天气好的时候，草地简直是一位难求呢。花了6欧元解决午餐，外加免费的日光浴哦。晚上我就待在家，自己弄一些简单的食物来吃。星期六是博物馆之旅，简单吃完午餐之后，我跟匈牙利的朋友们前往了小皇宫 Budi Ballet， 这边是免费参观的哦，里面有雕像跟画作，非常值得来。结束之后，我们在附近找了一个公园野餐，我买了心心念念已久的杏仁可颂，加上酒跟零食，总共花了7欧元。大家坐在草地上进行文化交流，度过了一整个晚上。大家有发现天还是亮的吗？因为巴黎的太阳大致都是9点以后才下山哦。周日如果没有朋友约我的话，我通常不太喜欢出门，因为景点跟路上都会有一大堆的人，所以我就会待在家里休息、读书或是剪片。这一周的星期一刚好遇上了 Easter Monday， 学校放假，大家决定利用这个好天气，在罗浮宫旁边的花园野餐。大家各自带了不同的食物， Anna 做了香蕉面包，我也买了马卡龙，一共是10欧。Melissa 也带了她的朋友给大家认识，我们还玩了扑克牌，没想到外国人也会玩吹牛耶。就这样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。这一整周下来，我一共花了617.61欧元。我觉得总体而言，巴黎真的是个非常高物价的城市。这边的物价差不多是台湾的3倍左右。伙食费的部分，在这边如果去餐厅吃饭，基本上一餐几乎都是10欧起跳。如果是自己煮的话，是比较省钱的。不过对我而言，这样就会少了社交以及认识朋友的机会，所以我普遍还是在外面吃比较多。我很感谢自己可以生活在这个充满魔力的城市，但是同时我也很怀念台湾的物价。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，看完了这个影片之后，你还会想住在巴黎吗？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，拜拜。